請目送宣輩安然入林。我们給一個雲南人的18位遠征軍父親修了座陵園。我是孫春龍，一個打掃戰場的人。10年前，這個叫梅一南的女士聯繫我，說她家後面有一個叫兵墳的地方，埋葬了18位中國遠征軍官兵。她的父親守了這些士兵一輩子，希望我們能幫忙為這些士兵尋找家人，修墓立碑。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3鞠躬，1鞠躬。安葬遺骸的地方在大山中，沒有路，步行要1個多小時才能到達，沒有辦法施工。我問梅一南，我們找到遺骸後，可不可以帶下山，在其他地方給他們修一個墓地？梅一南說不可以，這些士兵是他們的親人，他們要世世代代守護。獨家村。对呀，就是獨家村啊。哦，就是只有你們一家。是吧？25團指揮部會在這裡。哦。日本人不知道這裡有一家人啊，當時。叔叔你好。身體不錯哈。你今年已經80多歲了。84了，看不出來，我看你身體很好。梅一南的父親叫梅立順，守護兵墳的任務是他的爺爺梅有運交給他的。梅立順的家在龍陵大尖山的密林深處，只此一戶。日軍攻占滇西後，梅家成為了中國遠征軍第11集團軍第9師第25團的指揮部和當地龍路抗日游擊隊的情報點。梅立順的父親梅學雲是游擊隊情報人員。1944年滇西大反攻時，被漢奸莫某出賣，和10餘位游擊隊員一起被日軍抓到了向達小東中學後山，再也沒有回來。父親被日軍殺害時，梅立順只有1歲5個月，弟弟還在媽媽的肚子裡。那時候你爸爸犧牲的時候，你多大？才有1歲的。第一個調查表，哪子還沒有出事呢？日本人殺的是13個，人的這個牙齒、這個衣服啊、人啊，現在別放人了嘛？有講我可以不怕死那個打日本人那個。殺父之仇。最恨也恨日本人了嘛？就在梅立順父親梅學雲被抓走後不久，第25團發起衝鋒號角，反攻大尖山制高點及芒市馬東脖子一帶。在大尖山的拉鋸戰中，整個團被日軍打殘。戰事結束後，梅立順的爺爺梅有運找到了18名官兵的遺體。這些犧牲的孩子們都曾在梅家住過。他含着淚與族人一起將他們的遺骨收殮，埋葬在了自家後山上。又拿出自己的壽材劈成塊，在每個墓前用木板上寫有部隊番號及士兵姓名。梅立順10歲時，爺爺梅有運帶着他到墓地裡，一邊放牛，一邊對着木板碑文10字，告訴他：你的父親是被日本人殺害的，這些埋在地裡的遠征軍士兵是打日本人犧牲，要他把他們當成自己的父親，好好照顧。我爸爸他們懂事以後的話，我祖公就交代他2兄弟說，這些的話是戰死的英雄，不要給牛馬牲口，給那個你們要以後守好它。而且每年的話呢，去把周圍的雜草都除草，一直有，其實就是掃墓嘛。爺爺的囑托，梅立順放在了心裡。特殊年代，村裡有人想挖開墳墓，尋找子彈殼和遺物。梅立順帶着弟弟和梅氏族人拼死看護，但還是有幾座墓地被挖開。望着滿目狼藉的墳土，梅立順滿心悲痛。2006年，梅立順將這塊埋葬士兵的土地承包下來，在墓地外圍種起了一圈一圈的松樹。妻子離世後，成家立業的孩子們希望父親搬到山下去住，梅立順拒絕了。這些埋葬在山裡的士兵們是他放不下的牽掛。2025年，我們啟動了雲南大尖山抗日陣亡將士墓園的修建。令我沒想到的是，梅立順竟自己拿出積蓄修了一條泥巴路直通墓地。他說他想在人生的最後把這件事完成，他要對得起這些犧牲的遠征軍將士。梅一南與梅立順帶着我們前往兵墳，尋找18位中國遠征軍士兵的遺骸。那我們4代人的話呢，就是要堅守這個墓地。父親年紀也大了，現在的話呢，就想着如何在這個基礎上的話呢，就把它修上。一代看他穿的18位士兵最終只找到了13具遺骸，還有5位永遠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當我告訴梅麗順我們現在可以通過 DNA 為陣亡士兵尋親時，老人無比激動。當年爺爺立起的木牌全部風化了，士兵的名字也沒有留存下來，不能替他們找家人，一直是梅麗順心裡的結。雷一男還領着我們走遍向達鄉周邊，尋訪多處遠征軍陣亡將士的掩埋遺址，全是當年第二軍第9師25團血戰大尖山時殉國的官兵。戰亂過後，有當地鄉親冒着風險悄悄收斂安葬，然後在墳前放一塊石頭，記得這裡埋葬的是遠征軍將士，不能動，開荒種地也都避開這片區域。葬在這裡的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我們來收斂你們的遺骸，帶你們回家。半年時間，我們的項目組在龍陵向達一帶一共收斂了38具遺骸。2026年2月，在各界愛心人士的捐贈下，龍陵向達大尖山抗戰陣亡將士墓園修繕工程正式動工。梅麗順每天來墓地幫忙，她說她想親手幫他們把碑立起來。第2期工程建好後，我們想為這些士兵舉行一個集體下葬儀式。我在網上發布了一個視頻，希望招募志願者扶靈。地方偏又趕上雨季，我心裡原本沒底，可沒想到消息傳出去，報名的人遠遠超出了預想。住在大理年過80的馮吉祥爺爺刷到我的視頻，獨自坐大巴來大尖山，替曾駐守怒江防線的遠征軍父親馮玉基送老戰友最後一程。從四川趕來的劉玉章，他話不多，就想給這些埋骨異鄉的老兵吹一曲安魂曲為他們的在天之靈吹一下安魂曲。那天剛好是遠征軍陣亡將士丁家明的生辰，安葬儀式上，丁家明的孫子丁文慶作為代表發言。這一方青山墓園，安放的是忠魂遺骨，銘記的是家國大義，傳承的是民族風骨。找到了38具遺骸，但下葬的有49位，11位是衣冠冢。這是梅麗順的堅持。他說那11位士兵找不到遺骸，但是也應該有一個體面的安息之地。正午時分，天空飄着細雨。我遠征軍健兒以此生為幹城，持家萬里，前渡怒江，前赴後繼，施田沟壑，以此不屈之魂，赴向達之河山。请旅者焚烧日本投降书，告慰先烈。起立，请目送宣拜安然入林。头从那边来，你头。今日之和平盛世，如你所愿，英雄安息。儀式結束，送別的人群漸漸下山，只有梅麗順沒走。爺爺當年拆下壽官做的木牌，早爛在了80多年的風雨裡。他守了一輩子的土包，如今終於變成齊整的陵園。那18位被他視作父親的士兵，總算有了體面的歸處。陵園還在完善建設中，遺骸歸葬青山只是回家的第一步。接下來，我們還會接着做 DNA 比對，接着幫他們找親人。總有一天，這些沉睡在滇西紅土裡的英魂能真正回到故鄉。我們找到了他的帽徽。我爸爸临終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爺爺。你看了，要天天回家了。